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听着许昕那过分的要求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怒火，真是闻所未闻。订婚竟然还要额外给哥嫂所谓的改口费，你提出的这些条件，我哥他知道吗？我冷冷地问。许昕一脸不屑，你哥当然清楚了，怎么，你以为是我这个嫂嫂在乱要钱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，怕你嫁到夫家后受委屈，没有娘家支持。他话里话外都显得我那么不懂事。我强压怒火说道，如果你真是为我好，那就别插手我的订婚宴。我顿了顿，继续道，不然我现在就叫我爸妈和哥哥来，我们当面问清楚这笔钱是不是非要给。我其实想直接赶他走，但今天是特殊日子，我不想节外生枝，只能搬出父母来压场。许昕听我提到要叫父母，立刻闭上了嘴，却还是撂下一句狠话，你这么不懂事，以后在夫家受了气，可别指望我收留你。说完，他气冲冲地摔门而去。他的话语让我眉头紧锁，心中满是不悦。不久，我男朋友来了。许昕虽然已经离开，但他的影响还在。我男朋友一进门，他就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个不停。看到他只带了些烟酒和补品，并没有他之前暗示的那些贵重礼物，他竟然当着全家人的面嘲讽起来，小程啊，订婚日来岳父家，怎么就带这么点东西？他讥笑道，这点东西难道是打发叫花子吗？在我们老家，这么点礼可是要被人笑话的。说着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。我妈妈听到这话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立刻上前解围，说什么呢？小程对我女儿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在哥哥眼尖，看出了母亲的不快，赶紧拉着许昕，让她别再出言不逊。一阵寒暄之后，我们一家人进入了宴会包厢。程浩的父母早已经在那里等候。程母看到我后，一脸亲昵地拉过我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来看这个镯子，喜欢吗？说着，从盒子里拿出一个晶莹透亮的玉镯，替我戴上。戴上后还不忘夸赞道，还得是我眼光好，衬得琪琪更漂亮了。漂亮什么？在我们老家戴玉镯的可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随即刺耳的笑声从嫂子口中传来，但大家都很默契的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。很快，两家父母熟络的在一旁聊了起来。嫂嫂见大家都不接茬，暗自瞟了一眼伯母送给我的铺子，眼中尽显贪婪之色，想让我把它摘下来看看。我想起之前的种种，懒得理他，便没同意。他便酸溜溜道，难不成你以为我会要你这破镯子？我不过是想看下这个镯子是真是假罢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好多婆婆都是买些假的来撑门面，假的戴久了可是会不孕的。说完还不忘嘲讽瞥我一眼。我假装疑惑地开口，嫂子这是怀疑妈妈之前给你买的金器首饰都是假的？他一脸惊慌失措，才没有你，可别冤枉我。我这也是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你不领情就算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也被旁边聊得火热的长辈们听见了。伯母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难看了起来。还未等他出口反驳，妈妈忙在一旁呵斥嫂子，让她不要乱说话，随即向伯母赔礼道歉，说是自己没有教好儿媳，她才如此口无遮拦。嫂子一听妈妈的话就不乐意了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我担心小姑子身体，还担心错了是吧？合着你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就是个外来媳妇。说着她戏精附体，眼眶微红，眼泪说掉就掉。哥哥见后心疼极了，
赶忙上前安抚他，生气地朝我吼道：“还不给你嫂子道歉？你看你做的什么事？左右不过是一个破镯子罢了，你嫂子想看，你就给看下就好了吗？都是一家人，有必要搞得这么难堪吗？明明我还什么都没有说。”他不敢拿妈妈说事，只敢把气撒在我身上。妈妈听后再也忍不住了：“逆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，你妹妹的大喜日子，你看你媳妇说的话合适吗？”眼见气氛越闹越僵，还是程浩父母拦住，这才止住这场闹剧。亲戚到的都差不多了，便开始商量结婚事宜。程父程母的意思是，彩礼准备188万，3金首饰全按照市场行情来，一样都不会少。市里再给我们小两口安排一套大平层，两家相谈甚欢。爸妈则是给我陪嫁一套商铺和100万的现金，作为小家庭组建。可嫂子一听我的陪嫁，顿时就闹了起来：“妈，怎么能把商铺用来做陪嫁呢？您之前不是答应了财产都留给以后的大孙子的吗？再说了，小姑子都要嫁出去了，可是别人家的人了，哪里用得着100万的陪嫁？”说着，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输出，完全不顾我哥在一边给他疯狂使眼色。众人闻言皆面面相觑，就着他的言论暗地讨论了起来。妈妈忙叫哥哥管住许昕，要他把他带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可关系到自己的利益，嫂子哪里会同意？直言道：“妈，你们的钱这以后都是方子义的，给这钱好歹要和我们俩商量下吧。你一声不吭的就这么做了决定，这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？”只见他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直接把我比喻成一条狗来宣示自己的不满。我听到这话，脸顿时黑得比包公还黑，随即站起来准备反击。只见我妈比我还急，走过去对着嫂子就是一个巴掌：“我们两老子还没死呢，什么时候这个家轮到你来做主了？早知道你是这么个惹事玩意，当初就不该让你进这个家门。当初许昕和哥哥交往时，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和现在绞丝精相比，完全是判若两。”许昕挨了打，依旧丝毫没有收敛，反而指着哥哥的鼻子骂道：“方子义，你们家要是敢拿我的钱出这个陪嫁，我和你没完！”好似爸妈的钱已经板上钉钉成了他的似的。说着便拿着自己的包扬长而去，哥哥赶忙跟了过去。许昕三番几次的胡闹，程浩父母再好的脾气也被磨没了。两老子都是体面人，顿时面上感觉无光，也停了定亲的心思，和我打了个招呼，饭也没吃便先走了。爸妈看好好的喜事被闹得一团糟，只好招呼亲戚朋友们吃饭。而我期待已久的订婚宴，就在嫂子的胡闹之下被彻底摧毁掉了。从前那些小打小闹，我从未和他计较过，可如今他却欺负到我头上了，这口气我可忍不下。宴会结束后，我直接去了哥嫂家，只见许昕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吃着水果，玩着手机，过得好不快活。见到我来，他还带点玩味的意思，调侃我道：“哟，小姑子怎么有空来我家？这是把你未来的公婆安抚好了。”说着还不忘朝楼上的哥哥喊道：“方子义，你那要和你争家产的妹妹来了，还不过来招待一下，省得回去又给婆婆上眼药。”我也不在乎她说什么，直接和哥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让他们1个月之内从现在住的房子里搬出去。他们现在住的这套别墅是我大学做自媒体赚钱买的，买的时候400多万左右，工作原因住的少，哥哥说离他上班近，就搬了过去。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后面哥哥和许昕谈了对象，便一直是他们在住，偶尔我也会回去住几天。
许昕在旁边听见我说的话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们搬出去住？你搞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？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你个女孩子刚毕业就买得起大别墅，你胡鬼呢？明明是爸妈掏钱给你买的，你占了好处还不承认。我没叫爸妈要你把房子过户给我，算是给足你面子了。现在自己的婚姻不满意，就想拿着我们俩出气，还想威胁我们出去。我告诉你没。说完，拿着手里正在吃了一半的苹果就朝我砸来。好在我哥还算有点良心，知道挡在了我面前，让他别闹了。他看着我哥护着我，气急了，不管不顾的就准备上来扯我头发，正巧踩到了苹果上，脚底一个打滑，摔在了地上，四脚朝天，像个乌龟样。真是坏人自有天收。看着他那滑稽又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我心里终是畅快了不少。哥，你也看到了，嫂子今天这么一闹，好好的订婚宴都被他搅和没了。你妹这后半辈子怕是要打光棍了。现在嫂子闹得我都嫁不出去，我也不能总是住爸妈家吧。说着，我一脸为难地看着他。哥哥见状忙说，一时半会也没法搬，提议让我搬进爸妈给他买的大平层里，说那里还空着。听我要住哥哥名下的房子，许昕就慌了。方子毅，你是傻子吗？这你还看不出来？你这个好妹妹就是奔着你的房子来的。方琦，你还有没有点羞耻心？我说怎么着急威胁我搬出去？原来是惦记着我们的新房啊！你那未婚夫不要你了，就开始打我们家的主意是吧？这恩将仇报的本事还真是了得。我没有理他，见我哥没出声反驳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我哥问道：哥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许昕惯会拿捏我哥，这才说两句，他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脸色微变，接着讪讪开口：琪琪，你别误会，你嫂子就是嘴直，没有坏心的。要不你还是先住爸妈家里，程浩这边我去给他们道个歉，看能不能有转圜的余地。见他丝毫没有提及刚刚的建议，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曾经那个事事把我放在心上疼的哥哥真的不见了。订婚宴你们搅和就算了，到现还在颠倒是非，说我惦记你们那100多平的平层。我这别墅若是这几年租出去，都够买你们那套平层了吧？你们住了这么多年，我可曾要过你们1分钱房租？你是怎么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的？哥哥脸色涨红，嘴巴微张，刚要解释什么，便被许昕打断：你装什么装？这房子到底归谁？咱俩走着瞧。我就不信爸妈会不管你哥哥，什么好东西都留给你。我抿了抿嘴，本想对我哥哥说点什么，但我明白说再多都没用。既然如此，那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下个月你们不搬走，咱们就法院见。刚回家，爸妈便围了上来，问我程浩父母的态度。得知他们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商量着周末邀请小程一家来家里商量婚礼事宜。谁知第2天，哥嫂竟破天荒地提着礼品上门，上来就给我道歉，说昨天不该破坏我的订婚宴，那做小伏低的态度让人丝毫挑不出错来。餐桌上，饭吃到一半，我哥放下筷子，轻咳2声，郑重地宣布道：爸妈，告诉你们一个天大地好消息，许昕怀孕了。听到这话，爸妈2人都笑得合不拢嘴，对许昕一顿嘘寒问暖的。虽然昨天发生的事情让我很膈应，但是得知这个家即将有个小新生命，还是挺开心。我一改脸上帝不悦，朝哥哥和嫂子道：哥哥嫂嫂，恭喜你们，愿你们今后的生活幸福美满。哥哥笑脸盈盈，端着面前的酒杯回应我，
可许昕听闻后，瞬间就红了眼眶，哽咽地朝我说道：“幸福什么？你都要把我家的别墅给抢起走了，难道还要我对着你赔笑脸吗？”说着便假模假样地哭了起来。哥哥哄了半天，他这才止住。爸妈两人面面相觑，丝毫不知道许昕为什么突然发癫，但也明白许昕说的别墅是指的哪套。什么抢你们的别墅？那套房子不本就是琪琪自个买的吗？之前不是说好了等琪琪回来就把房子还给他？妈妈自然知道他是想要我那套房子。当初哥哥结婚时，许昕要求在这小区买一套别墅作为婚房，美其名曰姑嫂住得近，照顾也方便。但是这个别墅区早就没有单独出售的房子了。许昕的意思是在这里住久了，有感情，习惯了，搬来搬去的也麻烦，死活不愿意换到爸妈给哥哥买的大平层里。哥哥拗不过，在家围着爸妈吵闹。我想着自己一时半会也不住，不想让爸妈在这些事情上为难，就让他们先住着，等我可成发展后再腾出来。谁知他们住久了，就想把我的房子占为己有。若不是许昕把我的订婚宴给毁了，气不过，我也不至于当天就找他们要回这套房子。许昕一听妈妈的话，也不再装娇弱人设，拿起桌上的饭碗就是一扣，吓得众人一颤。妈妈，你也太偏心了，明明就是你们一碗水没端平，掏钱给小姑子买的别墅，怎么还能睁眼说瞎话，说是小姑子自己买的呢？她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，怎么就买得起这大几百万的别墅？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是乡下来的，觉得我配不上方子毅，可他也是你们的儿子啊，以后你们还要指望他养老的呢。若是你们不把房子改成我的名字，那这个金孙我也不生了。说着便闹着要回娘家，要把孩子打掉。爸妈生怕他伤到肚里的孩子，赶忙安抚住他。呵，原来他是想用怀孕拿捏我爸妈，来打我房子的主意呀。见爸妈没有把我怎么样，又指责我昨天让他摔跤，差点把宝宝给摔没了，要我把别墅赔给他作为补偿。瞧见许昕撒泼打滚，我哥哥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也不知许昕昨天在哥哥耳畔吹了什么枕边风，一改往常的好哥哥模样，开始教训起了我。方琦，你就不能有点良心吗？许昕肚里可还怀着你的大侄儿呢，若是当时出了什么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要不是你非逼着我们搬走，你嫂子哪里会动怒？明你陪你嫂子去房管局，把房子给我过户，给你嫂子，别影响到她肚里的宝宝。说着便理所当然地指挥我。听着他的要求，我再也忍不住起身理论了起来。我一直念及你是我亲哥，凡事都给你们俩留脸面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是一个哥哥该做的吗？昨天是他自己想打我，遭了报应，这也能怪我吗？我每天没日没夜熬夜，耗费心血赚来的钱买的房子，你告诉我，我凭什么把它让给你们？说着我鼻尖一酸，眼眶止不住湿润起来。小时候爸妈都忙着上班赚钱，整个童年都是哥哥陪伴着我长大，保护着我。可如今他只是成了个家，便与我有了隔阂，不管是非对错，一昧地站在许昕那边，哪怕知道他是错的。以前逢年过节的给妈妈买礼品，必定不会少了嫂子那一份。我自认为我这个妹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可她还是不满足，毁了我的订婚宴，还想要霸占我的房子。想到这，我便止不住的委屈想哭。许昕听着我说的话，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，说既然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，要我拿来孝敬爸妈，而爸妈的就是哥哥和未来侄儿的，所以要我过户到他的名下是理所当然。
甚至还口出恶言。谁知道你那钱是你自己赚来的，还是你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被别人包养得来的？现在的大学生啊，在学校指不定玩得多花泥，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呢。许昕的话音刚落，我端起身前的一碗鸡汤就泼了过去。你不会说话，那我就好好给你洗洗嘴巴。哥哥见后拎起我的衣领，就叫我给许昕道歉。我没同意，他就作势要打我，还好我转得快躲了过去。见闹成这样，一向不轻易表态的爸爸将手中的酒杯摔下。许昕，你嫁过来后，我们一家没有亏待过你吧？你明里暗里补贴你娘家兄弟，我们可曾说过你什么？之前许昕和我哥谈婚论嫁时，经常朝家里哭穷，说自己爸妈养大他不容易，彩礼钱要了100多万不说，婚礼排场摆得比什么都大，什么都要用贵的。依他以后还不满意，还要我们家给他娘家爸妈和弟弟各自包个10万的红包作为改口费，时不时各种借口还找爸妈借钱贴补家里的弟弟。一会儿家里老房子翻新钱不够用，一会儿弟弟要结婚，彩礼钱不够要凑一点。爸妈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只要一家人能和睦，能帮的都帮了，也从未叫他还过。嫁过来时也是有给你们小两口买婚房的吧？那能一样吗？你给我们买的只是一个平层，和小姑子的别墅那能比得了吗？许昕自知理亏，但还是死鸭子嘴硬。那是我闺女自个有本事，自个赚钱买的。你要是想要自己赚钱买，现在你为了套别墅，给我闺女造黄窑算什么本领？先不说你是她嫂子，你自己也是个女生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房子本就是她的，你若是还想住着也行，按照市场价给琪琪钱就行。许昕没有想到我爸爸会动怒，脸色难看极了，感觉他才是那受了委屈的人，大声地哭了起来。哥哥最是见不得嫂子哭，气急败坏地指着爸爸骂道：“你真是老糊涂了！自己的亲儿子、亲孙不帮，帮着这个外嫁女，也不看谁家父母像你们这样。”看来许昕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被方琦的花言巧语骗了，以后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既然你们这个家容不下我们一家人，以后就算你求我，我都不会回来。说着拉着许昕气冲冲地走了。临走时，哥哥还不忘朝大门踢了一脚，整个楼层传来声巨响，差点把爸爸气进了医院。自从那次不欢而散之后，接连几天哥哥和许昕都没有来找我们的麻烦，转眼便到和男友约定好来我家商量再次订婚的时间。为了防止出什么意外，这次我们没有邀请哥哥和嫂子，果然没有他俩的参与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。婚礼定在了5·1假期。只见我们热闹在客厅里商谈着婚礼宾客时，哥哥带着嫂子就杀来了。一进门，许昕就像个主人般的指挥我给他去端茶倒水。想到上次发生的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我直接无视了他的存在，继续坐在男朋友的旁边。许昕见没有人搭理他，便用胳膊捅了捅哥哥，阴阳怪气道：“看到没？你这妹妹还没过门，在家就这么懒，连给自己嫂子倒杯水都不愿意。这以后嫁过去，指不定还要别人伺候的份。”程伯母一听这话，脸立刻沉了下去。这就不劳方家大嫂你费心了。琪琪能嫁给我们程浩，是我们程浩几世修来的福气，这种粗活怎么能交给琪琪来做呢？我们把她当亲闺女疼都来不及。听到程伯母如此维护我，许昕原本还想看我笑话的脸顿时就僵住了，只好讪讪开口：“这样自然是最好的。我这不也是怕小姑子嫁过去不受你们家重视，才随口一说吗？”
听到这话，我不由自主地白了他一眼，随即许心埋怨起我爸妈，说什么我订婚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怎么能不告诉他俩？是不是不把他们当一家人？为什么不叫他们俩来？他们心里没有点逼数吗？还问爸妈是不是还惦记着前2天发生的事情，记恨着他，这不是心知肚明吗？若不是程浩父母在，怕他连这个门都会进不来。说着便又想窜戳哥哥来责备我，最后还是妈妈打圆场，说怕他劳累影响到肚里的孩子，才没通知他们，这才收了场。许昕也一反常态地老实了一阵子。我正想着他要给我憋出什么屁来时，许昕的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。得知不能改变爸妈给我的陪嫁时，他朝哥哥使了个眼神，哥哥马上就心领神会道：既然我爸妈陪嫁了一套商铺和100万现金，那你们这边彩礼才188万，多少有点不合适。为了防止让我妹妹嫁过去被你们欺负，彩礼就调到500万吧，也不多，就当做爸妈这些年养我们琪琪的费用。我和爸妈听到他这话，皆是一愣，又感到愤恨，很快反应过来，表示不用听哥哥的意见。谁知程浩父母听到后丝毫不在意，很爽快的便答应了这个要求。说着便从包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，塞到了我的手里。许昕一听对方彩礼钱给得这么顺溜，也不再从中作梗了，只是两眼一直盯着我手中的银行卡，总算把这件事情敲定了。程浩一家人刚走，许昕亲热地上来挽着我的手道：小姑子，你这婆家对你还挺上心啊，500万说给就给的，早知道多要一点了。这样吧，不如你把手里的银行卡给嫂子保管。虽说是询问，但看他那样子，明明就是想抢。说爸妈上年纪了，兜里放这么大笔钱不安全。爸妈听到后，语气夹杂着不悦，考虑到他肚里的孩子，倒是也没说什么刺激的话。彩礼的钱你就别操心了，你还是照顾好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吧。许昕见爸妈没有明确的表态，自顾自地说道：琪琪，你也别说嫂子不讲理，只要你把手里这500万给我，那别墅我马上就搬走，不要了。随后又向父母要求腾出一间房给他和哥哥住，说别墅还给我了，他们就要搬回来住。当初妈妈有提议让他们住到家里来，方便照顾他们俩的饮食起居，让他们安心备孕。许昕是1000万个不答应，说什么年纪有代沟，怕婆媳关系处不好。如今倒是没有代沟，你想回家或者是去你们的新房住都可以。听到爸妈提到新房，许昕脸色微变，但这彩礼钱我和你爸早就商量好了，1分不要，留给琪琪了。妈妈话音刚落，许昕松开了我的手，尖叫出声：你们凭什么替我们做主，把彩礼钱给小姑子？你经过方子义和我的同意了吗？你经过你们大孙子同意了吗？这钱我们也该有一份的。听到他这话，我不禁冷笑出声：这钱不管该是谁的，怎么说也轮不到你来做主吧。爸妈的钱爱给谁给谁，你若是想钱想疯了，那你自己赚去，或者是叫你老公赚去，我丝毫不给他面子对了上去。什么叫不能给我做主？爸妈的钱给你哥，那是天经地义，你哥的可不就是我的？他可是你们方家唯一的独苗，以后爸妈养老不还指望着你哥？方琦，你到底给爸妈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凭什么你一外嫁女，什么好东西都要占？说着便开始数落我爸妈的偏心，说什么商铺给了我就算了，现在连彩礼钱都要给我，而他这个做儿子什么都没有。说完还不忘踢了哥哥一脚：方子义，你是个傻子吗？还不过来帮忙？你家底都要被你妹妹给掏光了。
哥哥接收到讯息后，也开始过来帮腔道：“你嫂子说的对，你个外嫁女，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就听你嫂子的话，把彩礼钱交给她，长嫂如母。哪家做女儿的还把爸妈的钱拿出去孝敬给婆家？说出去多让人笑话。”我望着喊了这么多年的哥哥，独自懊悔，如今才看清他那丑陋的嘴脸。许昕见哥哥帮着他说话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直接上手想要抢走我的银行卡，被我躲过。谁知他见我躲闪，直接上来薅我头发，嘴里还不忘骂道：“你个贱皮子，居然还敢躲！也不知道你个小骚货给家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了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背着妈妈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”说着就要给我扣上一顶乱伦的帽子。我听到这话，反手就是给他2耳光，一下子把他打懵了。许昕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脸。方子毅，你是不是瞎了眼？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，这个家你嫌他折腾的还不够吗？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，如今为了得到我这几百万的彩礼，都开始污蔑自己的公公和小姑子有一腿了，还是个人吗？我一副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己哥哥，谁知他听到许昕的话，不仅没有指责他，还帮着污蔑我，说难怪爸爸从小对我比对他要好，还叫妈妈小心点我，省得最后被我赶出家门。爸爸气不过，冲上去给了他一巴掌。许昕看到后朝爸爸扑过来，最后爸爸重心不稳，直接摔倒了地上，昏死过去。急诊室内，爸爸正在抢救，而许昕在外面待了不到20分钟，便闹着要回去，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在外面陪护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，医生走出来，摘下了口罩，看着我们母女俩焦急的神情，安慰道：“别担心，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和妈妈都松了一口气，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。我们走进病房，看到爸爸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愧疚。若不是我，爸爸也不会受到这样的惊吓。我坐在床边，轻轻握住爸爸的手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妈妈轮流照顾爸爸，而哥哥和许昕却像是消失了一般，从未出现过。亲戚朋友们都纷纷来探望爸爸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。每当有人问起哥哥和嫂子时，我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也开始反思自己与家人的关系。曾经那个和睦的家庭，如今却因为金钱和利益而支离破碎，我深感痛心，也更加珍惜与爸妈在一起的时光。1个月后，爸爸终于康复出院了。我们回到家中，却发现家里一片狼藉。原来是许昕和哥哥趁我们不在时，回来翻找财物。我看着满屋的狼藉，心中充满了愤怒。我立刻拨打了哥哥的电话，却被告知号码已停机。我又尝试联系其他亲戚，却得知哥哥和许昕已经搬回了许昕的娘家。我感到无比的失望和痛心。曾经那个疼爱我、保护我的哥哥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金钱和利益驱使走向毁灭的陌生人。在处理完家中的狼藉之后，我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婚礼。虽然家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但程浩和他的家人一直在我身边，给予我支持和关爱，我深感感激，也更加珍惜这份感情。婚礼当天，我穿上了洁白的婚纱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幸福。虽然家人没有全部到场，但我知道程浩和他的家人会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婚礼进行得顺利而温馨，程浩在众人面前承诺会一生一世照顾我、
爱护我。我看着他深情的眼神，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幸福。婚后，我和程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我们共同努力工作，打拼事业，也一起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每当我想起家中的变故时，程浩总是会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安慰。几年后，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看着宝宝可爱的笑脸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和程浩都会携手共度，相濡以沫。而哥哥和许昕的消息也偶尔传入我耳中，听说他们为了钱财争吵不断，感情破裂，最后离婚了。哥哥独自带着孩子在外面打工度日，而许昕则回到了娘家，继续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。每当听到这些消息时，我总是会感到一阵唏嘘。曾经那个和睦的家庭，因为金钱和利益而支离破碎；曾经那个疼爱我的哥哥，也因为贪婪和自私而走向毁灭。而我却因为坚守原则和底线，而收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或许这就是人生吧，总是在得失之间徘徊，在抉择中成长。但无论何时何地，请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不要被金钱和利益所驱使，走向毁灭的道路。请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不要让他们因为自己的贪婪和自私而受到伤害。请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，不要被困难和挫折所打败，勇往直前，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生活越来越充实，也越来越幸福。程浩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我们的家庭也越来越美满。而哥哥和许昕的失败，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，时刻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有时候，我会想起小时候和哥哥一起玩耍的时光，那些快乐的记忆仿佛还在昨天。然而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，人心易变，亲情也不是牢不可破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依然愿意相信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哥哥能够重新找回自己，重拾那份失去的亲情，而我也会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接纳那个曾经疼爱我的哥哥。岁月流转，我的孩子也慢慢长大，我时常告诉他们要珍惜家人，珍惜亲情，不要重蹈覆辙。而我也将继续努力，为我的家庭创造更多的幸福和美好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唯有坚守原则和亲情，才能让我们在风雨中稳步前行。无论未来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，我相信，只要家人团结一心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迈向幸福的脚步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和事，是你们让我更加成熟、坚强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，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与幸福。而关于哥哥和许昕，他们的故事也给我敲响了警钟。人不能被贪婪和自私所驱使，更不能因此伤害了最亲的人。愿他们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重新做人，重拾亲情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，充满了曲折与感悟。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更加懂得珍惜，更加明白亲情的可贵。愿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，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，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